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的周边4国之行转往最后一站韩国，时值半岛形势因朝鲜成功试射新型远程巡航导弹而备受各方瞩目之际，王毅的访问将更加凸显中国在半岛问题上的重要作用。在前往韩国前，王毅对新加坡进行了2天访问，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等新方领导人举行会谈，达成多项合作共识。李显龙周二上午在新加坡总统府会见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会后，李显龙总理在社交平台上表示，高兴能迎来王毅的到访，两人重申了新中两国持久的联系，也对国际和区域形势的发展进行了富有成果与坦率的讨论。李显龙还写道，尽管疫情下国际环境充满挑战，新中两国持续紧密合作，分享资源和专长，来更好地应对疫情的爆发。新加坡欢迎中国对本区域的持续贡献，也将继续与中国一同努力，建设更和谐和平的世界。近几个月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频频就中美关系发表讲话，强调不会在两国间选边站。他还在8月初参加阿斯彭安全会议时，向美国发出警告称，不要将中国视作敌人，否则他们会得到一个强大的对手。李显龙还呼吁中美之间保持相互接触，避免爆发冲突，否则不管对中美双方还是全世界来说，都将是一场灾难。周一，王毅还分别与新加坡副总理、中新双边合作联委会新方主席王瑞杰、外长维文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新关系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示范性，双方顺应时代潮流，推动中新合作与时俱进发展，为地区合作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双方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充分发挥陆海新通道作用，做好同蓝莓机制对接，重点挖掘电子商务、人工智能、移动支付、大数据等领域合作潜力，为两国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新方表示，新中在疫情形势下保持高层交往，对加强两国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新方愿同中方一道，坚持用多边主义方式解决新问题、新挑战，推动世界公平可持续发展。王瑞杰会后还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王毅到访证明新中的强大双边关系，他也期待能在中新双边合作联委会第17次会议上进一步加深两国的合作，尤其是大家在更具不确定性和复杂的未来中前行，各国之间能够这样定期交流也就更加重要。我个人觉得王毅外长的这一次新加坡之行实际上呢，也是在外界呢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也就是说中新之间的合作还是具有非常坚实的这个基础的。王毅日前展开越南、柬埔寨、新加坡和韩国的6天4国行，在河内，越南领导人表示，谁也无法动摇和改变越中之间的团结合作。在金边，检方表示，中国是柬最可信赖和依靠的兄长。但有外媒却无端揣测，中方是在对东南亚国家进行所谓魅力攻势。因为这4国近期都接触过美国高官，所以认为中方是在制衡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耐人寻味的是，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对越南进行的访问几乎与王毅同时。美国外交学者周一称，虽然岸信夫的访问因疫情而推迟，但中日高官如此契合的事实提供了教科书式的越南全方位外交政策展示。不过，岸信夫在访越期间却肆意发表攻击中国言论，指责中国在钓鱼岛海域所谓试图以实力改变现状，污蔑中国实施海警法加剧东海、南海紧张局势，并就台湾问题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也发文严正阐明中方立场。由此可见，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国家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活动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特别是妄图以抹黑的方式来离间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但王毅的访问表明，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很有韧性，并且释放的都是积极的合作信号。我们奉行这种亲诚惠容的这种理念，把中国的发展更多的惠及于周边国家。所以王毅外长的这次访问呢，更多的是拓展我们和周边国家，包括东南亚这些国家的这些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针对美国。而且王毅此行是应相关国家外长的邀请，本就在情理之中。
今年以来，尽管受新冠疫情影响，但中国和东盟国家的线下外交仍很热络。王毅早在今年1月就对缅甸、印度尼西亚、文莱和菲律宾进行了为期6天的访问。3月底4月初，王毅又邀请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4国外长来华。6月，王毅还在重庆主持召开纪念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特别外长会，东盟成员国外长和东盟秘书长出席。8月3号，王毅还在视频方式出席中国东盟10+1外长会时表示，在中国和东盟共同努力下，南海形势保持着总体稳定，航行和飞越自由得到依法保护。王毅强调，个别域外国家已成为南海和平稳定最大的搅局者，南海不是也不应成为大国博弈的决斗场。值得注意的是，王毅上周5同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平民共同主持中越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第13次会议时，也强调，双方要珍惜当前南海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局面，把海上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不采取使局势复杂化、争议扩大化的单方面行动，共同警惕抵制域外势力干预挑拨。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员、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许立平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东盟国家已经明确表态，不会在中美间选边站队，这是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选择。而中方提出警惕抵制域外势力干预挑拨，也是从维护合作大局出发，所以两者间并不矛盾。特别是，中国和东盟都共同的反对这种外来势力的这种干涉，是吧？那么这种干涉毫无疑问它不是起一个正向的作用，它某种程度说它是一种负面的一种冲击。这种冲击的话，可能对某一个大国是有好处的，但是呢，对东盟自身呢是损害。周2起，王毅将对韩国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周3上午，他将同韩国外长郑义溶举行中韩外长会谈。外界观察，重启朝美无核化对话在内的推动半岛和平进程事宜将成为会谈议题之一。就在周一，朝鲜官方宣布成功试射新型远程巡航导弹，为半岛局势增加了不确定性。此外，美日韩朝核问题首席代表周2也在东京举行会晤。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高层人士表示，3国在会上就包括朝鲜试射远程巡航导弹在内的近期半岛局势交换意见，并就朝鲜有关远程巡航导弹试射的报道提出各种担忧。而中方在半岛问题上的态度也很明确。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一就表示，中方一贯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中方呼吁有关方保持克制，相向而行，积极开展对话接触，按照双轨并进思路和分阶段同步走原则，不断推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周2，赵立坚又表示，中国和韩国互为重要近邻，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即将访问韩国，双方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地区国际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任何在半岛刺激性的行为，或者说在半岛胁迫性的行为，都是不利于重启对话。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提出了推动朝鲜半岛的这个和平稳定推进这种这个二轨并进的这个思路所以呢，都是和地区的这种和平发展的趋势是相一致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王毅访问东南亚3国之后又赶往韩国，那么您怎么看他的外交旋风呢？主持人好，外交旋风这个词呢用得很好，心想神动。王毅访问东南亚3国，马上到访韩国，旨在打破美国拉拢的针对中国的小圈子。今天呢，中国外交部发声，针对他国的小圈子违背时代潮流，与地区国家的愿望背道而驰，不得人心，也没有出路。王毅旋风式访问越南、柬埔寨、新加坡以后，马上再到韩国访问，都是为了健康的国际合作，引导亚洲国家共同战胜疫情，反对疫苗民族主义，推动制定开放、包容、安全的数字经济规则，拓展绿色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助力区域经济复苏。东南亚3国的访问中呢，虽然交流的内容有所不同，但是呢，有3个议题是共同的：合作抗疫防疫，推动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推进和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的商谈。换句话说呢，中国呢用这3支箭
突破美国正在编织的对抗中国的小圈子，保证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正常关系不受到或者是少受域外势力的干扰。今年以来呢，美国加强了对东南亚地区的渗透。美国国务卿、副国务卿、国防部长、副总统等等，先后到东南亚和印度、越南和新加坡呢是重点争取的对象，试图呢在美日印澳4国联盟的基础上，把东南亚国家呢也给拉进这个小圈子内，与中国直接竞争。南海问题、军事合作、数据网络合作是美国释放的拉拢东南亚国家的3招。很显然呢，王毅出访东南亚3国，就是要制衡美国的招数，共同警惕和抵制域外势力的干扰和挑拨。东南亚3国的表态呢也都不错，都表示呢要与中国加强合作，推动中国东盟关系提质升级，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王毅访问韩国的主要目的又是什么呢？是朝核问题，还是减少美国对东北亚的染指呢？应该说呢，这2方面的因素都有。朝核问题上呢，这个半岛无核化进程几乎这2年都停滞不前。此外呢，受到疫情的影响，这个半岛南北兄弟间的联系也不多。那么在朝鲜试射新型远程巡航导弹以后，朝核问题呢再次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国呢对如何解决朝核问题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呢，王毅在韩国估计会涉及到这个话题。国际社会呢其实一直在急切地等待中国的态度和立场，特别呢是对朝鲜这个发射远程巡航导弹这件事的看法。另外呢，美国加紧部署对抗中国政策，这个中美关系呢是日趋紧张，而没有中美合作呀，其实是解决不了朝核问题。那么国际社会呢也想知道，这个中美竞争趋紧的背景下，中国如何对待朝核问题，有没有新的策略？至于说美国因素对中韩关系的影响，当然呢是有的。这个美韩呢本来它就是军事同盟的关系，现在呢美国、澳大利亚都在劝说韩国参与到印太4方联盟中，甚至动员韩国呢加入到5眼联盟中。但是呢，与日本相比，这个韩国呢受到美国的影响还是比较小。那么在拜登政府呢这个推行明显的抗华政策以后，中韩2国呢继续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友好互动。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今年5月访问美国的时候，同拜登呢发表了联合声明，但是没有直接提及到中国。韩国呢显然是不愿意这个损害中韩友好关系，因此呢，王毅访韩，重申2国友好合作是最重要的议程之一。昨天呢，韩国国防部长已经对是否加入4方联盟和5眼联盟有表态。他说呢，这个韩国对加入4方联盟持开放、透明、包容的合作原则，但是对加入5眼联盟呢，需要进行多方面的研究。看起来呢，兴趣不是很大。我估计呢，王毅访问这个韩国的行程之中，韩国呢，也许会有更加明确的表态。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周一，韩国和澳大利亚在首尔举行第5次外长防长2+2会谈。韩国是本次澳大利亚外长与防长亚洲行的第3站。有分析认为，澳外长与防长在出访期间不断向被访国家官员抛售军事合作计划与印太战略，明显有拉拢中国周边国家进行合作的意味。访韩期间，澳大利亚如何借地区安全议题渲染中国威胁？韩国又如何接招？来看报道。韩国与澳大利亚外长防长2+2会议每隔1年举行1次，此次是第5次举行韩澳2+2会议。在部长级会议举行前，韩国总统文在寅在青瓦台会见了到访的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玛丽斯·佩恩和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彼得·达顿，并强调2国都背负着搞好对美对华关系的课题，为此应加强战略沟通。文在寅还表示，今年是韩澳2国建交60周年，韩国十分重视与澳大利亚在外交、安保领域开展合作。随后，澳大利亚2部长分别与韩国外长郑义溶以及防长徐旭举行会晤，讨论双边合作和地区安全问题。
在会晤前的记者会上，韩国外长郑义溶表示，近期伴随着全球疫情大流行，国际局势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增加，韩国、澳大利亚等中间国家之间沟通合作的必要性愈发凸显。防长徐旭则称，除传统威胁外，互联网、气候变化、疫情等非传统威胁也浮上水面。国防合作对理解韩澳安全形势以及区域安全贡献不少力量。另一方面，两位澳洲官员却借机影射中国，大肆宣扬所谓中国威胁论。澳大利亚外长佩恩表示，自2019年2+2会谈以来，所谓印度太平洋地区经历了重大变化，各国目睹了技术进步、疫情大流行及外部干预，这些都是威胁区域和平与稳定的因素。澳大利亚防长达顿则表示，由于区域内挑战加大，两国的伙伴关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重要。他还不点名地指出，韩澳两国都面临胁迫性经济手段和外部势力干涉，同时还遭到网络攻击。两国需要增强力量以应对今日和未来挑战，并在海洋、天空及太空领域加强国防合作来应对威胁。不过，澳方这些影射中国的言论在最后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均没有体现，只是强调了两国加强在安保领域合作的重要性。此外，联合声明中也没有提到中国。这个韩国与中国有种特殊的关系，韩国不希望在中美之间选边，他也吸取了2016年有关萨德问题这个让美国进行部署以后，导致中韩关系的这个僵局上个月31号，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以42比17的票数通过了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就提到吸引包括韩国、日本、印度在内的国家加入所谓五眼联盟一说。此前有评论认为，澳大利亚是积极参与美国围堵中国战线的核心国家，此次通过与韩国举办2+2会议，澳方可能力邀韩国加入四方安全对话、五眼联盟等对华包围战略。对此，韩国国防部长官徐旭在2+2会谈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当天的外长防长2+2会谈未就四方安全对话和五眼联盟的具体事宜进行探讨，今后将视相关问题的讨论情况向媒体透露信息。同时，徐旭表示，韩国政府秉持开放、透明、包容的合作原则，愿同任何协商机制开展合作。韩美之间长期共享机密情报，但主要内容是涉及朝鲜的相关军事情报。而加入五眼联盟，韩国可以获得更多的国际情报。不过，该联盟的首要任务是对抗中国的影响力，这意味着韩国要在盟友美国和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之间做出选择，而这是韩国不愿意看到的。有韩国学者警告称，韩国加入五眼联盟可能伴随相当大的代价，尤其会对韩中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传的比较多呢，主要是日本。那么日本呢，它由于战败国那么由于有和平宪法，所以它在情报作业方面呢有它的特色，但是有它的很多限制。但日本没加入之前呢，韩国加入的可能性更小。再加上韩国本身对这些五眼联盟、对印太战略当中的这个针对中国的因素很忌惮。但是它不排除会和五眼联盟包括印太战略进行某些非机制性的合作。2+2会谈中，韩国和澳大利亚商讨多项协议，以加强军事合作。有澳大利亚智库发表评论文章称，澳政府目前正根据2020年更新后的国防战略，加强在亚太地区的伙伴关系。虽然韩澳的贸易和外交关系强劲，但双边安全关系并不发达。澳大利亚人报周一报道称，韩澳双方当天在首尔谈及新的国防与军工合作协议。澳大利亚和韩国将从2023年开始举行新的步兵演习，并增加海军和空军的训练机会。澳大利亚防长达顿表示，韩澳在年度双边步兵演习已经在最后的准备阶段。此外，除2年一度的韩澳海多里瓦拉比反潜联合演习外，韩国今年还首次参加了由澳美主导的护身军刀联合演习。同时，澳韩美还达成一项新的国防工业三方合作计划。澳大利亚正在评估一项从韩国进口装甲运兵车的采购协议。澳大利亚和韩国呢，2001年就签订了一个国防工业合作协定这一次今年要续签。那么韩国在澳大利亚专门有一个国防工业的一个公司，叫韩华公司。这个公司呢，今年要到这个在澳大利亚参加国防招标。
那么据说呢，在装甲运输车、榴弹炮这2个项目方面呢，韩国是有优势。那么澳大利亚呢，希望韩国应标。近日，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发布。行动计划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外交部牵头编制，确定了中国2021至2025年尊重、保护和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和任务。国新办周二举行吹风会，请有关负责人和专家解读新版人权行动计划主要内容，并答记者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权事务局宣传处处长2级巡视员李小军介绍称，本期行动计划具有4个主要特点：第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第二，体现新时代中国人权事业全面发展特色；第三，突出生态环境权利；第四，便于实施和落实。李小军表示，本期行动计划内容源自多个方面，共分导研、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环境权利、特定群体权益保障、人权教育和研究、参与全球人权治理、实施监督和评估等8个部分，包含近200项目标和任务。篇幅比第3期大幅增加，目标和任务增加近30项，其中约束性指标占大约1/3。可以说，句句有特点，段段有新意，体现了中国在人权理论、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制度、人权发展道路和人权文化方面的特色、优势和自信。中国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世界人权领域树立了新榜样。世界上有60多个国家制定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只有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连续制定了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等国迄今仍未制定任何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此呼吁这些人权喊得震天响的国家，尽快按照国际人权标准制定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真正做些保障他们自己国家老百姓人权的实事。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司长别涛在发布会上介绍到，环境权利在我国已经连续12年被先后4期人权行动计划纳入其中。新的为期5年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更是将环境权利独立成章，并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并列。同时，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有关环境权利的规定，其内涵也在不断拓展和丰富。我们可以在今天可以自信或者自豪地说，自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人类环境宣言首次提出环境性的权利以来，经过近50年的努力，中国对于环境权的法律保护与其他任何国家相比都不落后。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经过12年的节续努力，在环境权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主要包括完善生态环境法治，保障公众的环境权益，解决环境民生问题，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并有效地维护公众的健康，有力地提升了公众的生态环境方面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这不失为中国人权保障的一个亮点之一。深圳卫视注意到，这一期行动计划中涉及国际合作领域的提法由人权条约履行和国际交流合作改为参与全球人权治理的提法。外交部人权事务特别代表李孝梅强调，办好自己的事是中国参与全球人权治理的最大底气。中国全面地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这是最大的人权工程，最好的人权实践。不仅谱写了中国人权事业的新篇章，也是世界人权事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丰富发展了人权文明的多样性，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那在新一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当中，我们注意到，除了加强完善对特定群体的权益保障之外，环境权利独立成章。此外，涉及国际合作的标题也发生了变化，由上一期的人权条约履行和国际交流合作，进一步深化为参与全球人权治理。那这也表明了
中国进入全面推进人权保障的新阶段，积极推动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如何来看待和解读这第4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那么我想首先要明确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呢，就是我们当前已经打赢了脱贫攻坚战，消除了绝对贫困，那么我们小康社会已经全面建成，那么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非常值得骄傲自豪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也是表明中国人权事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说从站起来、富起来到现在开始强起来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实践探索。横琴方案和前海方案相继发布，蓝图也已绘就。2个方案带来哪些发展机遇？面对中央赋予的新使命，粤港澳3地该如何贯彻落实？直播港澳台栏目推出新使命大未来港澳名人系列访谈。今天继续带来深圳卫视驻港记者秦越对港交所前总裁、滴灌通创始人李小加的独家专访。今年两会期间，李小加就提交了创建滴灌通系统的提案，建议创建一个将海量国际资本与中国中小微企业互联互通的金融基础工程。而这个工程在上月正式启动。李小加认为，尽管资本市场基本上是面向参天大树，但如小树小草般的小微企业的力量同样不可忽视。真正的投资是海量的部署大量的小微企业，所以我们怎么让传统金融能够走到这里边去呢？这是一个最大的挑战。我们金融人已经讨论了很多年，做了很多年。今天为什么可能？就是因为中国的互联网数字化，把中国的小微企业啊，本来是天南海北的小微企业，现在全部都呢，就像这个以色列的农业一样连起来了。在卸任港交所行政总裁后，李小加带着新的身份，滴灌通创始人再次走进公众视野。就在上个月，滴灌通平台正式启动，李小加希望能通过这个新型的数字化交易平台，将资金引流至内地中小企业，同时也助力国际资本进入这片全新的蓝海投资市场。只有中国今天能做这个事儿，世界其他的国家目前的只要有现金社会，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是中国的一个特别有可能做的一件事呢，就是让全世界已经没有收益的资本开始呢找到一个投资的蓝海，同时把世界的资本拿来去支持中国经济中间最有活力的基础的这个要素和这个 DNA， 就是最小单位的经济细胞里边的小微企业。在李小加看来，中国的小微经济规模十分庞大，而依托于中国互联网的数字化进程，就能从节点企业的生态圈里精准筛选出合适的企业，有效解决小微企业信息透明化问题。国际资本根本以前想不到还有这种可能性，所以说呢，现在他们看到了以后呢，眼睛都亮了，因为以前只是集中在几个大标的上面在投资，资本市场这些大的标的在投资，能有机会做到现金流形式的投资，这是属于所有的投资者都是梦寐以求的。李小加以参天大树和小树小草来比喻资本市场和小微企业的发展。李小加认为，尽管资本市场基本上是面向参天大树，但小微企业的力量同样不可忽视。资本市场呢，基本上是为参天大树做的。那当然，里边也有很多 VC 啊、PE 啊，他们也在找小企业。但当然是找的小企业和我们的小企业有个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他们那个小企业一定得有机会成为大企业，他才会去投。小微企业啊，这是更像是漫天遍野的小树小草。这些小树小草永远成为不了参天大树，他也没有这种的野心和理想。一个个单店，那小老板。他的那个劳动创业者，他就是希望一个很好的生意。这种生意呢，他的回报其实相当好，但他永远不可能翻几倍、几倍、几十倍的这样的生意。但是呢，它的核心是健康、成长，能够服务我们整个的消费者的社会，是中国经济最核心的基层的底层元素。那么呢，它不能成为参天大树，但它仍然是我们经济中间
非常强劲的支撑力。资本不服务他们没有理由，以前没有办法服务他们，今天有办法服务他们了，就要给他低低的，就要把它筑下去，让他一个个能够发展起来。其实，在当下的中国，像这个小微企业，真的像这个雨后春笋，包括现在我们也还说这个新型中小企业，这个，所以我想到这个前两天成立这个北交所，对这个北交所的这个服务定位，其实它也是服务这个中小企业，就新型中小企业这种可以融资上市这样子。为什么国家现在是需要这样的一个交易所呢？其实，我觉得呢，首先是北交所也好，深交所也好，上交所也好，他们和我们刚才谈的小微企业融资呢有本质的区别。本质区别是什么呢？他们是办大学的，要高考才行呢。你高考能考上了，你才能去上，清华北大或者上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大学啊，是1本2本啊，那是属于就是说，就是能够在刚才讲的这些资本市场上市的。我们做的这些呢，永远不可能去参加高考的。我们做的是小学的事儿，它的定位本身我觉得也很清楚了，它是小的企业，但是它是能够成为参天大树的，但是呢是一种精啊、特呀、科技的含量更足啊，等等等等等等的。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9月13日0至24时，全国除港澳台地区外，新增确诊新冠病例9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3例，本土病例59例，均在福建。这当中，厦门市32例，莆田市24例，泉州市3例。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已经公布的数据，在本轮疫情中，未成年人占比较高，仅莆田一地就有超过30名未成年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病例。而福建省本轮本土疫情感染者和确诊病例均已迅速破百，防疫形势严峻。福建省莆田市政府周二召开疫情防控情况新闻发布会，通报过去的一天，莆田市再增确诊病例24例。截至13号24时，莆田市累计报告新冠病毒核酸阳性85例，均在仙游县。仙游县县长吴海瑞介绍，这次自新加坡返莆人员林某杰作为病源引发本轮疫情以来，仙游爆发的疫情传播快，感染的人群集中在小学生和中老年，病例年龄最大84岁，最小5岁，这是过去国内疫情没有发生过的新情况。他指出，当前仙游需要重点关注3个传播链条。一条就是这个林某杰的这个新加坡回来的这个家族，第二个就是他太太的这个工厂，还有第3个就是这个他的小孩所在的学校。专家通过基因，通过这几个地方就是我们福建或者特别是我们仙游这几起发生的阳性的这个案例做了基因的这个排列，初步排定这个是德尔塔病毒。从周二下午起，莆田市启动全员第2次核酸检测工作。当前，莆田市在流调溯源上已累计排查出密切接触者1770人，次密切接触者1866人。国家卫健委派出的赴福建工作组专家判断，目前莆田疫情形势严峻复杂，后续在社区、学校、工厂等人群中继续发现病例的可能性高，疫情存在外溢风险。不过，专家们也表示，只要充分运用此前积累的常态化疫情的成功经验，确保各项措施和各个环节落到实处，疫情规模有望在国庆长假前得到控制。目前，国家、省市3级医疗专家197人在病区开展救治工作。当地已指定莆田学院附属医院集团下辖的肺科医院作为定点收治医院。该医院可容纳525张床位，采取最严格的全封闭管理，并已由福建省医疗专家团队全面接管。莆田疫情传播链已延伸至厦门、泉州。截至周二11时，厦门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5例，其中普通型22例，轻型13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周一新增的病例均为厦门现有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即在厦门同安区某工艺品公司工作的首例确诊病例吴某的同事。目前有22例确诊者皆为首例确诊病例吴某同事。厦门第一时间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把已知与其有接触的302人全部集中到隔离酒店进行隔离。而基于同安区出现工厂的聚集性疫情，厦门市已将同安区新民镇湖里工业园以东、同明路以西、吉安路以南、集贤路以北的区域列为高风险地区，并对病例居住地、工作地及相关活动场所进行了封控。
根据疫情防控实际情况，厦门已决定启动全市全员核酸检测，全市居民小区村实行闭环管理，严格落实测温亮码措施，减少人员流动。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实行弹性工作制，出入办公场所严格扫码、测温、戴口罩。具备线上办公条件的，提倡线上办公。厦门所有中小学、幼儿园今起均启动线上教学，要求广大市民群众非必要不离厦。厦门长途客运班车全部暂时停运，自周二0时起，所有离厦人员需凭健康码绿码，并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而从周二起，厦门全市疫苗接种暂停。9月13号0时至24时，泉州市报告新增确诊病例3例，均为莆田相关病例。本轮疫情，泉州累计报告确诊病例已达12例。目前，密切接触者已解除医学观察3106人，尚在医学隔离观察人员364人。周一开始，福建省泉州市全港区开展全员核酸检测。泉州市里城区已暂停一切文化娱乐、体育等聚集性活动，辖区内各类社会培训机构暂停对外开放。而据报道，福建泉州台商投资区新冠疫情应急指挥办发布通告，有3名新冠密切接触者的活动轨迹从9月6号到9月12号涉及深圳多地。